OK，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摄影教室，我是顾宇。好，这段时间经常会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德国摄影师在上海拍摄的一组非常棒的风景照片。这个摄影师叫 Marks。好，从他照片可以看到，除了拍摄上很精彩以外，还有一些合成技巧。同时，他用了大量的冷暖对比，然后特别是暖色调用了橙色会比较多，冷色调用了蓝色会比较多，这样就让照片产生巨大的反差，让整个主体凸显得更明显一些。同时他也会用一些黑金色调，让整个画面更有电影感。好，我们看着他这些照片确实不错，古雨也是非常喜欢。好，正好古雨在出差北京的时候也拍摄了一个这样的夜景延时，但是不巧相机不在身边，正好用 GoPro 拍摄的照片，所以说是 JPG 格式的，调色的宽容度可能没有那么高，包括画面的细腻感，离 Marks 的作品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但是调色的技巧和方法还是相同的，所以说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去调这种冷暖对比的一个色调。这是我用 GoPro 拍摄的北京夜景。GoPro 能掌握自动的一个曝光，很难去调整它的参数。然后我用了一个自动的延时功能，可以看到它拍摄了很多张，然后每一张的参数相同，然后基本上是3秒一张，一共拍摄了20分钟，最后出来的效果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一个延时效果。但是我们在做延时之前，一定要对照片进行调色，让这种GoPro 自动的曝光，让它色彩也更丰富一些。好了，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原片。原片我们经过1级调色以后，它会在色彩上更分明一些，也会有冷色调和暖色调。然后我们再经过2级调色，2级调色以后，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一个滤镜，进行3级调色，然后再做成延时动画。里面再加上音乐，再加上转场，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延时效果。假如当时用的是索尼的微单或者说其他的单反相机拍摄，可能画质会更佳一些。今天就用 JPG 的格式给大家讲一下，方法和道理是相通的。好的，我们打开原图。好的，我们来到原图。首先我们要看一下首先我们观察一下它的曝光是正常的，暗部有一点多，然后包括亮部的一些曝光，车灯的部分长时间曝光也这是曝过了。好，这些细节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首先因为 GoPro 会有一些变形，我们在启用配置文件里面先勾选一下，它能自动识别的是 GoPro 5，然后用的是广角，可以看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它会有一些畸变，帮你修正一下，同时可以删除色差。好的，做完这一步以后，我们就会来到分离色调，我们对画面定一个简单的基调，首先让它冷色调会有一些蓝色的部分，我们调到250左右，然后增加一点点，然后阴影部分我们也是打到蓝色，是250左右吧，饱和度也可以略高一点，可能这时候看不出一些变化，但是我们等会儿大概的调子有了以后，就可以看到它的区别在哪。好，现在我们就来到最上面，从头开始调起。好，我们现在先把色温首先增加一些，让它接到暖色调更多一些，同时降低色调，因为不想让它的画面这么红。曝光基本不用动，因为 GoPro 暗部和亮部的细节找不回来，但是它的曝光至少是准确的。但是我们需要提升对比度。好，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把高光降下来，因为这一块的车灯太亮了，包括这里的灯太亮了。好，我们需要把高光降一下，35左右吧，然后同时把阴影部分给提亮，白色阶降低也是同样的目的。为了把高光稍微控制一下，黑色阶增加一些。好，接下来因为 GoPro 的它可能锐度没有那么高，我们需要把清晰度提高一些。好，之前的课程也讲了过，不用去记这些参数，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一个感觉。好，鲜艳度我们可以提升一点，让它的饱和度会更高一些。好，曲线还是老方法，不懂的可以看我前面的课程，为什么要添加这3个点。好的，我适当的调整一下。好，接着来到 HSL， 我们打开全部，可以看色相、饱和度还有明亮度都展开了，我们在这里面去进行调整。好，我们对黄色的部分，首先让它变成橙红色，还有这种亮蓝色，然后让它变成比较深一点的蓝色，让它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黄色，我们这黄色主要让它减到变成橙红色，因为现在都是可视化调整，所以说你可以边看着图像，然后边拖动。然后现在也有很多调色键盘和调色键来调整 Lightroom， 之后古雨也会来做一些评测。现在那些调色键盘非常方便。好，我们绿色还有浅绿色也都调整一下，因为画面中还是有一些绿色的成分，简单调整一下它的色相，但是不是特别重要。好，蓝色的地方我们也是适当的降低，饱和度主要调整呢也是黄色和绿色部分，先降低橙色的饱和度，然后黄色的饱和度，因为我们在后面还需要把它的饱和度再提起来。
所以说这里先把它降低，我们需要把绿色的饱和度降到最低，好，把蓝色亮度也适当的降低，让这一块整体的亮度也会降低一些。好，接着我们可以跟刚才一样，好，我们提升一些锐度，跟提升清晰度是一个道理，让整个 GoPro 拍出来的照片锐度更高一些，同时我们降低它的噪点，因为我们用了慢速拍摄，它还是有一些噪点。好，同时对画面添加一点点暗角，来到相机校准，然后我们调整它的一个原色，这里跟 HSL 是相匹配的，然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让色相整体增加一点，同时饱和度也提高，让橙色更凸显一些，绿色基本不用动，然后我们调整蓝色，蓝色我们整体降低，然后我们在降低蓝色色相的时候，橙黄色它也会亮起来，而且这一块也会亮起来，同时我们把它饱和度适当的提高一些。刚才我们降低的橙红色，你看它整体又亮起来了，包括这一块的蓝色。好，调整完这里以后，我们可以再恢复到前面 HSL， 然后再进行微调。比如说蓝色，我想让它变得深蓝一些，包括橙红色它的亮度。好的，很快我们做了一些基础的调整，然后我们复位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原图，然后我们经过简单的一些修饰，就达到了一个这样的效果。因为我们想要的颜色可能还有一点差距，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个滤镜，然后提升它的一个强度，把我们刚才调整的所有颜色，然后进一步加强。我们可以对画面点击右键，然后这里可以应用编辑。然后之前的课程我有讲过Exposure， 它里面有很多电影滤镜，非常不错。我们点击一下，可以看到它会打开一个滤镜。它里面也有很多非常多的一些滤镜，它的界面跟 Lightroom 是一样的，也会有曝光、对比、高光等等一些功能。前面的课程也有详细讲到过它的一些使用方法和一些技巧。好，这里我会选择彩色影片工艺褪色，然后在这里面会对它的强度进行减弱，同时再次对它进行一些微调。我们的手动调整结合一些滤镜，然后最终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效果。好，其他的设置基本不用动，我们直接点击保存。我们最开始在装 Exposure 的时候，它会自动载入到 Lightroom 里面，所以说 Lightroom 可以直接调用它。好的，这是我们刚才调完颜色的，然后这是我们使用滤镜以后的颜色，颜色对比会更强烈一些。调完这些颜色以后，我们点击加号，保存一个预设。好，我保存在这个地方。假如你觉得颜色强度不够，可以把这个预设再用一遍，然后它就会把颜色再一次叠加在上面，颜色会更鲜明，对比也会更强烈一些。然后当你调整完所有的颜色以后，你可以点击其他的所有图片，然后点击同步所有的数据。好，可以看到我们同步以后，每张颜色都达到这样的效果。然后同步所有文件以后，然后可以选择导出，然后选择一个文件夹，然后我们导出。然后今天因为主要讲的是调色，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不讲怎么去导到 Final Cut 里面去做延时，之后也会做延时的专门的课程，包括怎么去控制偏移和移动。OK， 今天这个小技巧你学会没有？只要你掌握这些技巧和方法，经常的去练习，你也可以达到德国摄影师 Marx 他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多去尝试不同的颜色，怎么去调整。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记得点击关注、转发还有点赞。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深夜摄影教室，每天晚上我在这里陪大家共同成长，记得关注我的公众号。